弟媳妇刚生完2胎，弟弟给我开通了200元的亲密付，我手滑用了20块钱，弟妹立刻阴阳怪气的说我贪财。阿成，你的心意姐姐领了，这钱啊姐姐不收了，微微刚生2胎，你就留着吧。哎，到了，20元，扫码支付。啊，好。您的亲密付消费20元。倾城，我发现你姐挺贪财啊，嘴上说着不要钱，可你刚给她开通亲密付，扭头就花了20块，真是一点都不体谅我们刚生完孩子的难处。微微，我爸妈去世的早，都是我姐带大的我，人家说长姐如母，这咱们结婚之后，她可没少帮衬你啊。你看你生2胎，她把工作都辞了，这忙前忙后的照顾你。再说了，我才给了她200额度啊，我给咱妈都5000额度呢。别生气了啊，别气了。倾城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是我妈，她只是你姐姐，那能一样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你刚生了孩子，别动怒啊！我给他关了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别生气了啊！来，这还差，别生气。自从爸妈车祸去世后，我辛辛苦苦把弟弟秦城拉扯到大，给他买房，用我自己多年的积蓄补贴他们小家庭，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白眼狼。姐，哎呀，姐，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微微是城里的独生女，被她爸妈惯坏了，但她心思其实不坏的。没什么坏心思，会为了我不小心花了20块的亲密付就骂我贪财。哎呀，她刚生完2胎，你等她坐完月子，我让她亲自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您的银行卡收到退款3万已到账，请注意查收。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把月子中心的钱给退了，他不是骂我贪财吗？这3万块够我给自己开通150个月200亲密付额度了。姐，你疯了！那月子中心多难定啊！我都答应微微了。哎，姐，我工作忙没空照顾她，我都跟他们家里人说让她住月子中心了。你这说取消就取消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微微怎么办？那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，和我这个当姐的无关。姐，就20块钱，你至于吗？这压根儿不是钱的事儿，是你媳妇儿把我的自尊踩在了地上。哎呀，可是她刚为咱们秦家生了儿子，我总不能现在压着她给你道歉吧？你小点声，咋还在睡觉呢？哎呀，姐，你大度点行不行？你别跟他计较了，姐，你这样我没法跟他们交代啊。我管你怎么交代，他们怎么看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喂，妈，秦城，你姐姐什么意思呀？敢把我们微微月子中心的 VIP 房间给退了？我们微微给你们老秦家生了个儿子，不说劳苦功高吧，也是辛苦了吧？他说退就退。什么？给你们家生个儿子，就可以随便搓摸我们家微微了？秦城，我警告你，别以为生了2个孩子就可以把我们微微给绑住了。就是。如果有什么误会，就当面说清楚。背地里搞这出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当初微微要嫁给你这个父母双亡的农村穷小子的时候，我本来就不同意。是你跪在我们面前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会善待微微，我才勉强同意的。这才结婚几年呢？怎么着？过去的承诺不作数了？哎呀，姐，你跟他们解释解释，你就说你操作错了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姐。姐，
姐，你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撇清关系啊？秦城，从始至终是你们没拿我当家人看，不是我要和你们划清界限。你现在就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你听我解释，姐，你听我说啊，姐，你给我开门啊，姐！你怎么能把我岳父岳母的电话全删了呀？姐，你开门，姐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姐，爸爸怎么了？子涵，你快跟姑姑说，让她不要走。姐，你从小把子涵带到大，你真的忍心离开她吗？姑姑，你不要走，子涵舍不得你。姐姐，爸妈都没了，你不会不要我吧？姐姐不会不要你的，姐姐会疼你一辈子。妈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欺负我女儿，当我们老李家没人了吗？妈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呀？嫁给一个窝囊废，自己的媳妇儿月子中心被取消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哭哭唧唧多难看呢。刚生完孩子不能激动，你也是。微微为了给你生这个儿子，肚子上划了那么大一个口子啊！别说3万块钱的月子中心，就是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，你们也应该给他呀！啊，现在可好，说取消就取消了，这事儿啊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就不应该生下这个孩子，就没有人在乎他，我还不如把他摔死算了。这伤到哪处啊？你摔呀，尽管摔，摔死了我自己亲自拨打110，把你送进去。姐，你至于吗？就为了20块的亲密付，你就把我月子中心给取消了。这样，我让秦城给你恢复额度，你给我道歉，再把月子中心给我续上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哎呀，微微，妈妈别凶姑姑，滚一边去！大人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你冲一个孩子凶什么？她是我女儿，我想怎么凶就怎么凶，关你一个外人什么事？好，我是外人，那从今天起，我就搬出这个家。姐，你快给姐道歉啊！我凭什么给她道歉啊？我刚生完孩子，到处都是有钱的地方，她这个当姐姐的，不想着给你点好处，竟想着从你身上捞好处，脸皮真厚。我没付出，哼，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跟你们算算，我在你们俩身上到底出了多少钱。你们买这个房子，首付差了20万，是我出的；你们买车，我资助了10万；你生了子涵，是我像免费保姆一样帮你们带孩子；你生了2胎，产检买东西，那一样不是我帮你忙前忙后。还有你们这些年吃喝开销，花的都是我的积蓄。哈，就连你父母身体不舒服，都是我陪着进出医院，难道我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秦城没有爸妈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帮衬着点，都是应该的。哎呦，没错，你个当大姑姐的，怎么这么计较啊？哼，你们姓李的，脸皮都这么厚啊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花我的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行，那就把欠我的都给我还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这就联系律所，起诉你们不还钱。
说句话呀！哎呀，姐，都是一家人嘛，你别弄得这么难看啊！秦城，我养条狗，狗都知道对我摇尾巴。我把你从5岁拉扯到现在娶妻生子，真金白银的给你花下去，你就是这么让他们骑在我头上的？到底谁在闹？我今天必须报警！哎，月梅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事好商量嘛，找什么律师啊？就是，你就秦城这么一个亲弟弟，啊，这样，我们都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就行。哼，现在想起来各退一步，晚了。这些年，我为了秦城这个小家和睦，处处为了这个家付出忍让，可他们是怎么报答我的？我不过是花了20块的亲密付，就被他们骂贪财。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家人看，我还能指望他们给我养老？姐，微微没那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她一向刀子嘴豆腐心。哎呀，姐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不行，直到现在，他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。想让我给你道歉？做梦！秦城，我告诉你，你姐今天要是不把月子中心给我定上，我就跟你离婚！哎呀，好，姐，我给你跪下来还不行吗？秦城，这是你给我写下的欠条，一共是25万，1周内都给我打到卡上，否则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月梅，他们小两口现在刚要了2胎，这个时候你让他们还你25万，这不诚心要拆散他们的小家吗？他们的小家凭什么要用我的钱无休无止的填窟窿啊？秦月梅，你可想好了？你都40岁了还没嫁人，将来不还是要靠着秦城和我给你养老吗？你真要闹得这么僵？哼，20块钱你都骂我贪财，我还能指望你们2个给我养老？必须还钱！微微，我不要走，咱还舍不得你。哎呀，阿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把微微送到医院里去！好。爸妈走后，我和阿成相依为命，彼此扶持，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却不想他娶了媳妇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阿姨，您快看看吧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快来看看，这是我姐姐亲手做的。对，你快看看吧。姐姐，等我长大，一定会挣很多钱，让你再也不用那么辛苦。不想离开了那些白眼狼也是好事，哪怕40岁，一样可以重新开始。陆氏服装设计公司招聘高级裁缝，月薪3万。就是这里了。先生，先生，
你是哮喘犯了吗？先生，你还难受吗？你等等，我现在拨打120。不要，谢谢你。你没事就好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你，要不然我就有危险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？我想之后好好谢谢你。不用了，我救人又不是为了回报的。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会要是还是不舒服，你记得叫你家人来接你。哦，我还要去应聘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来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你们公司的高级裁缝。你是哪个服装学院毕业的？我没有上过大学，啊，不过我做了几十年的衣服了，我很有经验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只招知名服装设计学院的，你啊不符合要求。哎，我真的很有经验的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说了不用了，你不合适，赶紧走吧。坐下。小姐，这边请。哎，老板，您来了。是你？这位女士，你说你做了很多年的衣服，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的手艺啊？当然可以。这件衣服款式过于老旧了，我们想把它改得时尚一点，你愿不愿意试一试？我愿意。行，这边走。哥，你怎么突然对他这么感兴趣啊？少废话。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谢谢老板。不，我不是老板，我是老板的司机。啊，对，明天开始过来上班吧。谢谢老板，也谢谢你。妈妈，我好饿。饿什么饿？饿了给你姑姑打电话，让她给你做饭。姑姑一直没回家，家里只有我。你凶孩子干啥呀？秦城，你姐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。她把我气晕过去，就心虚的跑了。她一个没人要的老女人，能去哪儿啊？薇薇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啊？是啊，薇薇，你天天别生那么大气，气大伤身。你好，这是秦月梅女士订的蛋糕和鲜花。你看，月梅鲜花蛋糕都订了。她心里还是惦记你的。现在想起来讨好我了，晚了。他说什么再也不回来了，就是气话。现在后悔了，又不好意思来见你，特意订了蛋糕和鲜花，就是想求你原谅他。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我还当他真那么有骨气。他就秦城这一个亲人，他不回事，他去哪儿啊？咱们别管他，他在外面跑几天，就知道家里有多好了。对，秦城，你别管他，等他自己忍不住回来了，看我怎么让他给我赔罪道歉。
原来是半个月前给李薇薇订的花和蛋糕。算了，就当喂狗了。这里做了一个双盘扣的设计，还配上了金色竹子的图案。薇薇，家里没奶粉了，你先喂点母乳吧，我一会儿去买。哪有母乳啊？我要保持好身材。那孩子现在饿得直哭啊！说了没有？谁让你不多买点奶粉的？哎呀，走开！我要睡觉，吵死了。爸爸，沙发上的衣服我都叠好了，我上学要迟到了，你可以送我上学吗？薇薇，子涵要上学，你先带一下孩子吧。我刀口疼，照顾不了。爸爸。哎呀！啊！喂，妈，子涵要上学，我得带孩子，你先送一下子涵吧。我这岁数大了，你怎么好意思麻烦我？这以前呀，不都是你姐送子涵吗？你去找你姐呀。月梅姐，你真的是太有才华了！你来了以后，公司的营业额都翻倍了，好多客人对你的设计都特别满意。没有老板的信任，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别谦虚了，月梅姐，下个月就给你涨工资。老板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喂，姐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你赶紧回来吧，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回去。哎呀，姐，我是你唯一的亲弟弟，一家人没有隔夜的仇啊。再说了，你都送薇薇蛋糕和鲜花了，那你心里肯定放不下我们呀。薇薇已经原谅你了，你就赶紧回家吧。对了，明天是二宝的满月宴，你是姑姑肯定得来啊。你们原谅我？我做错了什么需要你们原谅？秦城，我说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关系，以后别再来联系我。哎呀，姐，明天地点在天豪酒店，你一定要来啊！你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不会指望我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人照顾这一大家子吧？哎呀，可能之前说话说重了，面子上抹不开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明天他肯定会来，咱们好好哄一哄他啊！哄他，想得美！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他！给天豪酒店打电话，明天满月宴给我换最贵的厅，最好的酒席。月子中心我没住成，那些亲戚朋友指不定在背后怎么笑话我呢。这次满月宴一定要把面子给我做足了。倾城，满月宴的钱必须你姐出，要不然他别想回这个家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！表姐、姑姑，大伯来了。微微刚生完孩子，这身材恢复的还不错呀。微微，原来你不是订了月子中心吗？怎么还是在家坐的月子啊？表姐，你是不知道呀，这月子中心哪有家里好呀？请个好的月嫂，会比在月子中心好多了。哎呦，你们根本不懂，月子中心呀，一点都不好。我信薇薇的啊，一看薇薇啊，她不缺钱，要不怎么能在这全市订最贵的酒店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走，里边请。先进去了啊。哪位是李薇薇女士？我是，怎么了？是要上菜了吗？赶紧上吧。不是，李女士，你们的定金只付了一半，所以现在没法上菜。这怎么可
可能呢，一定是你们弄错了。你姐呢？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客人都等着呢。这不是存心让我丢人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没接呀。继续打呀！8号是您贷款的还款日，请保证余额充足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他给我拉黑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你姐给钱吗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他给我拉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在等着呢，哎，他还摆上架子了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把钱给付了。多人看着我呢，好久没见你了，你要是敢让我丢人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哎呀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先用我的钱不都在你那儿吗？啊！姓秦的，你才赚多少钱啊？这宴会厅定金就要5万块，你那点存款也就够付一半定金的。薇薇，这还不开席啊？大家都等着呢。哎呀，是啊，我这早饭都没吃啊。马上就开席了啊！他们这酒店啊，沟通有问题。你这个废物，赶紧想办法！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的副卡还在秦城那里，给他还房贷了。这以后这钱，哼，就别想再让我出了。哎，怎么还有张副卡呢？用这个就行了呀。服务员，刷卡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银行，我想把我的副卡冻结。先生，您的卡显示已经被冻结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卡我还用来还房贷的呀。先生，这边确实是显示被冻结了。您看定金和尾款这边你们准备怎么支付？如果再不付钱的话，我们这边恐怕就要叫保安了。急什么呀？又不是没钱，赶紧给你姐打电话。不是，他已经把我拉黑了，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那么多亲戚都看着我们呢，这要是付不出钱，那我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啊？哎，要不找你爸妈借点？凭什么找我爸妈借啊？那没办法呀，你先借点吧，到时候等我姐回来再还上嘛。那你自己去说，我可张不开这个嘴。妈，没有。行，哎呀妈，您先垫上，都看着，等我姐回来再还你。给他，给，我这钱可是付利息的。哎，知道，我给你姐。带着爸妈先进去吧。没事了啊，现在开席。月梅姐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你好，秦月梅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居然把秦城卡给冻结了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刚才在酒店里，我们差点付不出钱，差点就在亲戚面前丢了大人了。我们不是都给你台阶下了，你怎么那么不知足啊？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作下去，以后就再也别回这个家。李薇薇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再回到那个家，也不会再给你们这些白眼狼还1分钱。秦月梅，哎呀，秦月梅，你不回我这，你还能回哪儿啊？啊，你都40岁的人了，要不是我们把你接过来享福，你指不定在哪流浪呢。我就算是冻死、饿死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也不会回去求你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
我们再无瓜葛。他挂我电话。老板，陆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月梅姐，没事的，你最近加班辛苦了，我给你半个月的假期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怎么样？不用的，老板，我可以的，家里的事情不会影响的。放心吧，月梅姐，不是要开除你，是真的要给你半个月的假期，不然其他员工会以为我压榨你。说好了，带薪休假半个月，可不许拒绝我。那谢谢老板。别客气。陆司机，月梅姐，你休假期间有什么事儿就找陆司机好了，千万别客气。啊？对，随时找我。啊，好，谢谢老板。都怪你那个狠心的姐，今天差点害我们在亲戚面前丢大人，还敢说跟我们断绝关系。她一个40岁老女人能去哪儿？薇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还敢说我过分？说我过分？她最近把我们家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我就说她2句，怎么了？好，都是他的错，行了吧？我再劝劝他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小点声，刚把二宝哄睡着。爸妈，你们辛苦了。少说那些废话，赶紧让你姐把钱还回来，那可是10万块钱，是我们的养老钱呢。好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让他回来。他只要一回来，立马把钱还给你们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钱可是要利息的，那是你儿子的满月宴，我可不会白白给你，浪费那个钱。好，放心吧，爸，肯定会给你们利息的。姐，都是一家人，非得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月梅，陆先生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老板都发话了，别这么客气。以后别叫我陆先生了，叫我云峥就好。云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这次要去哪里啊？我想先回老家休息一下，5年没回去了，麻烦你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吧。好。哦不，去机场。我以前每次来看我弟弟，为了省钱，都是坐10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没想到省下的钱都给了白眼狼。喂，阿成，姐到了，东西有点多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姐，我陪薇薇逛街呢，车站门口就有公交车，你自己坐公交过来吧。哎，阿成，喂。行，我送你，上车吧。云峥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别客气啊，我们是同事嘛。那等我休假回来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谢谢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云溪啊，我要去趟南城。哥，月梅姐不就是休假半个月吗？这就等不及啦。你以为我让你给她放假就是只放假吗？哟，40年的老树开花真吓人，什么心机手段都用上了。哥，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废话真多，快点。
秦城，你姐还是联系不上吗？这都多久了？她是不是不想还钱啊？阿成啊，我以前觉得你姐姐还挺实诚的，怎么这回跟微微拌了几句嘴，就闹脾气闹成这样？这乡下人真是难搞。说吧，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难道让我们天天坐在这里等他吗？爸爸妈妈，姑姑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她了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才是你妈，天天念叨一个外人。爸妈，你们先别急嘛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城机场，公交车要去哪里坐呢？这么巧啊？怎么是你啊？老板正好到南城来出差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。没想到还比你早到一步。是啊，这也太巧了。不过你不用陪老板啊。哦，他回酒店休息了，所以我就自己出来逛逛。啊，对了，这也不好打车，要不然我送你吧。这就当陪我说说话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无聊嘛。那谢谢了。哎，把箱子给我，你先上车。我姐微信还没给我拉黑呢，我现在给她发语音啊。姐，哎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现在我岳父岳母都在家等你呢，子涵也饿着肚子等你做饭呢。姐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们好心邀请你参加满月宴，你不来就算了，钱也不付，你是真以为我们不会狠心把你赶出去吗？我警告你，你明天要是再不回来，以后这个家我就当没你这个人，看我做不做得出来。我终于回来了。老伙计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咱们又能一起工作了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说你两句吗？至于吗？还搞离家出走那一套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姐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我爸妈还在家里等你呢，你搞离家出走那一套，到底有没有把我爸妈当长辈啊？姑姑，你快回来，我想你了。月梅呀，作为长辈，我不得不说你几句了。既然到城里来了，就别把你们乡下人小心眼那一套拿出来。做人别那么自私，多为别人考虑。李薇薇，
我是秦城的姐姐，不是你们的保姆和提款机。秦月梅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那么斤斤计较啊？不就是说了你2句吗？你至于现在闹成这样吗？还好我和我爸妈明事理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你赶紧回来，把马月宴的钱付了。哎呀，菲菲，对了，赶紧把你的副卡解开，我过几天还还房贷呢。秦城，来吃个苹果。姐，还是你最好了，不像我的丈母娘，微微生了孩子以后，连个尿布都不帮忙换，更别说给钱了。弟媳的娘家不帮忙，我只能从老家过来帮她。从孩子出生到现在，一直都是我在伺候这一家人。李薇薇，既然你觉得你爸妈明事理，那就让他们去帮你带孩子，让他们给你们洗衣服、做饭、做家务，让他们去给你还房贷呀！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爸妈是城里人，一直养尊处优的，哪干过这些活呀？再说了，你干这些活都干习惯了，有什么不能继续干的？秦城，你还是人吗？就听你媳妇这么作践我！哎呀，菲菲，别说了。我就说怎么了？他一直帮我们，不就是想等将来老了，我们给他养老吗？秦月梅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闹下去，可别怪我们将来不管你。再说，要不是我们家收留你，你能有机会从乡下来城里吗？哎呀，姐，微微在气头上，你别听她胡说啊！你还是先回来吧，把满月宴的钱还我岳父岳母吧。我凭什么付这个钱？这是你儿子的满月宴，不是我的。你们还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？姐，你好歹也是他姑姑呀，他之后也会孝顺你的呀。你还是他爸呢。秦城，你是怎么好意思开得了这种口？你都没有把我这个姐姐当回事，我还能指望你儿子以后孝顺我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回老家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回去了。哎呀，姐，你回老家？你威胁谁呢？你回老家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以后这个家里子涵谁来接送上下学？我们家衣服谁洗？饭谁做？你有为我们考虑过吗？你自己干呀！你又不上班，为什么不能自己接送孩子？我哪里会干这些活呀？一直以来都是你干的呀！你要干不了，就让你那明事理的父母去帮忙。反正你记住，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去了。啊！你看看。姐姐，你辛苦了，我来给你捶捶背。阿成真乖，知道心疼姐姐了，也不算姐姐，白疼你一场。姐，等我长大，我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明明小时候这么听话懂事，怎么就只是娶了个媳妇儿，一切都变了。为了别人活了小半辈子，现在我也该为自己活了。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要请自己吃顿好的。以前为了省钱，从来不舍得下馆子，这次终于能好好吃一顿了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你好，可以拼个桌吗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晚上睡不着，想出来转转，正好在这碰上你了。你说巧不巧？那确实太巧了。那可以一起吃吗？正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南城，不知道这有什么特色菜。好啊，
那我来点菜。陆云峥啊，陆云峥，你怎么为爱变成跟踪狂了呢？来，为我们的缘分干杯！好，敬缘分。开个门。哎，是。你说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妈妈走的时候，她才5岁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这些年，我又当爹，又当妈的把她拉扯大。给了他我能给的一切，甚至我到现在都没有结婚。就算这辈子我无儿无女，我也只是希望他能幸福。可到头来，我换来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月梅。秦月梅家的家庭状况查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查好了，陆总。原来月梅的弟弟在我妹妹的一家子公司里面上班。陆总，这种人品败坏的白眼狼，要不要直接开除他？别急，就这么开除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看来这次真是想跟我杠上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时候忍不了自己回来。要不，明天我回老家找他，就当给个台阶下了。给他台阶下？凭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他指定没回老家，指不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偷偷躲起来，等着你找他跟他服软呢。想得美！都是一家人，你何必？你去看看。你去哄一下。爸爸妈妈，我自己洗漱好了，你们可以送我去上学吗？让姑姑去送你啊。爸爸，你忘了，姑姑不在家。你去送一下子涵，我一会儿还得去上班呢。我要睡觉，我不去。我要上班，你又不用上班。秦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初娶我的时候可是跟我说好的，我一辈子不用干家务。现在结婚才几年，你就变了啊？这不是你当初甜言蜜语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这个乡下人？我就让你送个孩子，你至于吗？哭什么哭？臭死！都怪你！哎，好了，我一会儿送你啊。
昨天晚上，哎呀，你昨天晚上怎么能喝成这样啊？还跟陆云峥，哎呀，天哪！你俩还是同事，这以后怎么面对呀？哎呀！姐，你差不多得了，耍小脾气也该有个限度吧？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，子涵早上上学都迟到，我上班也迟到。你看看这个家，现在都因为你变成什么样了？房子首付的20万是我付的，还有这些年还的贷款有10万，要么把钱还我，要么把房子还给我。可惜子涵。他说什么了？还敢张嘴管我要30万，想钱想疯了吧？还想要我的房子？做梦吧他！这次他想回来，得让他给我跪下道歉。喂，是秦子涵的家长吗？老师，子涵怎么了？你看看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接孩子？他姑姑没有接他吗？没有啊，你们快点来接吧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好，你先不要哭了，我马上去。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去跟姐妹做脸了呀。你知不知道子涵今天放学没人接？是老师打电话让我去接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二宝还直哭。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凭什么都让我管？这孩子可都姓秦。孩子不是你生的吗？你怎么当妈的？以前都是你姐在带，我哪会带孩子？还不是因为你管不住你姐，要不是因为她，咱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还冲我喊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喊？哼！你，姐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是你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儿？你忘了，昨天晚上是我送你回来的。啊，那你现在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喝完酒之后会头痛，我是来给你送鸡汤的。谢谢，那里面请吧。哎，请坐。过几天休假就要结束了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，还在做衣服呀？云峥，其实我想让你帮我跟老板转达一下，我想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呀？你当初不是很想要这份工作吗？是的，当初我刚从弟弟家离开，就想着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努力一次。可是当我这次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我更喜欢老家的感觉。这里有我熟悉的一草一木，让我觉得很安心。城里虽然好，但始终不是我的家，所以我不想回去了。我想留在这里，留在南城，我一样可以做衣服，一样可以做自己热爱的事业。好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只是可能要辜负了老板了。他之前对我那么好，还给我放假。哎呀，等这次回去，我要好好跟他道歉。工资我不会要的。其实不用，
喂，姐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没人接子涵放学，子涵差点弄丢了，你还不赶快回来？你到底是不是子涵的亲姑姑啊？你都说了，我是他的姑姑，又不是他爸妈，你们都不管，凭什么让我管啊？我说了，我已经回老家了。再说了，他亲妈怎么不管他呀？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还有你那明事理的岳父岳母吗？就让他们帮你们带孩子呀。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闹归闹，你连孩子都不管了，不就是亲密父的事儿吗？行，我把亲密父给你打开，你随便花，行了吧？亲密父就200块钱的额度，我平时给子涵买件衣服都不止200块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200块是200万呢。姐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算计？你给子涵买件衣服都记得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计较，这么贪财啊？你想要钱你直说，你装什么？对，我贪财，那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把房子首付的30万给我，否则一切免谈。30万？这还是我亲姐吗？我就不信了，她这辈子就不回来了。可是子涵怎么办？菲菲也不管呢。你弟弟又在纠缠你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看笑话了。不过这次我下定决心了，我不会再原谅他们了。只是可惜了子涵那孩子，他从小是我带着长大的，却没想到碰上这种不靠谱的父母。妈，我姐还没回来，微微看不过来2个孩子，我也得去上班，要不你去我们家待几天，照顾下孩子。阿成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子涵姓秦，就得你们老秦家人管。我年龄大了，给你看不了孩子。再说了，满月宴的钱还没还回来呢。哎呀，妈，你等过几天吧，过几天我姐回来，肯定把钱还给你。妈，这样，等我姐回来，再给你多加1万块钱，算是辛苦费，你就带带孩子吧。我也是看你们年轻人不容易，再说子涵也是我亲孙女，我怎么能不疼她呢？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3天，最多3天，你赶紧把你姐找回来。是。患难见真情，这一刻我更加确定，谁才是我的亲人。好，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你的亲人，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这些年在他们家，我连个保姆都不如，生病了我也要洗衣做饭接孩子，我生病干不了，他们就能1周不洗碗，拿我的付出当做理所当然。好，多亏了那20块钱的亲密付，让我看清了弟弟一截。我以为我们是亲人，真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吸我的血。喂，云正。月梅，我把你的想法跟老板说了，具体情况我们明天见面聊聊。好，明天见。什么？老板要在南城开分店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你说这不巧了吗？哦，老板说了，你最近啊可以留在南城的分店工作。我最近陪着老板，也可以在南城待着。太好了，云正，我遇见你之后，觉得自己变得好幸运呢。
我也是，遇到你真好。对不起，月梅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我不想你因为我的帮助而感到有负担。等到合适的时机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微微，我领带呢？堆阳台上了，还没来得及洗。爸爸妈妈，我煎了鸡蛋。这什么东西啊，恶心死了！对不起妈妈，我再重新去做。微微，你怎么忍心让一个6岁的孩子给你做饭？他自己愿意做，又不是我让他做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个当妈的，你不能自己做饭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秦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初说好的，我嫁给你，不用做饭，不用做家务。现在结婚才几年啊，说的话就不算数了。就是，我们家微微从小娇生惯养，我可从来没让她做过饭。怎么？就是嫁给你就要吃这种苦啊？秦城，要怪就怪你姐。你看看现在这家里，没人做饭，没人洗衣服，连我都快没干净衣服穿了。这日子我是真过不下去了。我也叫我姐了呀，可是她死活不回来。反正啊，我不管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们爱找谁带找谁带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妈，我不是说了多给你1万吗？你再帮我多带几天呗。钱呢？别说1万了，你借我那10万还没还给我呢，还钱。妈，你……我不管啊，反正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。妈妈别生气，我以后可以自己去上学。走开！好，微微，那我就跟我姐服个软吧，我让她回来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咖啡馆里，原来这么轻松惬意啊！生活啊，就是要学会放松一点，别让自己过得太累。喂，姐，你快回来吧，我丈母娘带孩子都带累了，而且这外面住的哪有家里住的舒服呀？姐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就这事儿？挂了。他还拿上架子了，真是惯的他。哎呀，反正我受不了了，你们俩自己的孩子呀，自己带。我走。哎，妈，真是废！当初说好的，我嫁给你，不用上班，不用干家务，反正这些事我是不会干的，你自己干吧。哼！哎，怎么办？房贷逾期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姐再怎么冷血，也不能不给我还房贷啊！姐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房贷逾期了？那是你的房贷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冷血？你明明知道微微不上班，家里的开销全是我一个人的，我哪够还房贷啊？那就让你那明事理的爸妈去帮忙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？忙也不帮，钱也不出，你这么不负责任啊！秦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你姐，不是你妈。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你这样，等你老了，我看谁管你！本来心情好好的，又被他搞得这么糟心。别生气，生活中的有些坏事，也许会伴随着好消息。陆总，南城的拆迁项目已经搞定。
喂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们家的房子要拆迁了。那是好事啊，恭喜你。虽然这房子是爸妈留给我的，本来想着拆迁也给秦城留一份，如今看来，他真的不值得。我这些年给他的已经够多了，这拆迁款我一分都不会给他。陆总已将秦城调入南城拆迁项目组。哼，敢欺负我的岳梅，看怎么收拾你！秦城，啊，以后你就去南城拆迁项目组吧。谢谢陆总。出去吧。好。陆总怎么会突然钦点我进南城项目组呢？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哎，子涵，帮我把这也扫一下。喂喂，你在家就不能收拾一下？怎么都让孩子干啊？你不是回来了吗？你打扫呗。算了，今天有个好消息，不跟你计较。什么好消息？你姐要回来了？那算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被董事长钦点进了一个大项目。真的吗，老公？那你岂不是很快就要升职加薪了？那当然了。等咱们发财了，让你姐后悔死。到时候，就算她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搭理她。升职加薪是未来的事儿，还有个很棘手的问题，我姐把卡冻结了，现在房贷逾期。你可别指望找我爸妈帮忙啊！上次满月宴的钱还没还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家不是还有个老房子吗？咱们把老房子卖了，卖的钱能用好久呢。对呀。可是那个房子确实是我爸妈的，问题是他写的是我姐的名儿，我这也不好问他要啊。你也知道，他现在还生我气。不然，咱们一起去哄哄你姐，带上子涵一起去。也行。子涵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子涵，乖，咱明天啊去哄哄姑姑，让她把房子卖了，然后咱们换个大点的啊。来，喝水。你在这儿陪了我一天，也累了吧？没有，陪着你我很开心。对了，那个我听说啊，咱们公司最近啊，内部要搞一个服装设计比赛，你要不要去试试啊？我？啊？我不行，我只是个裁缝。裁缝怎么了？裁缝也可以参加服装设计比赛，你可不要看低自己啊。可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。哪有啊，你还很年轻啊。你不说过吗？你还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。不如趁这次机会试试。反正嘛，输了也不损失什么呀。那好吧，我听你的，我参加。我参加。啊，哎，喝水，喝水。姐，怎么是你们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
有事随时联系我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姐，当然是接你回家了。我知道，我之前说话说的不好听，我错了。你跟我们走吧。是啊，姐，我们这次专门来南城就是为了接你回去的。姐，你就秦城这么一个亲人，总不能真不来往吧？别说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姑姑，好想你。子涵，姑姑没有白疼你。姐，看在子涵的面子上，你就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姑姑，你别回去。什么？妈妈他们要把你的房子给卖掉，要把你的钱全部骗光，这样你就没用了。姑姑，我不想骗你。秦子涵，你胡说什么？秦子涵，你胡说什么？姐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们这次来就是来接你回去的。等你跟我们回去之后啊，这老房子就没什么用了，不如卖了。我问过中介了，这房子至少能卖10万呢。这房子是爸妈留下的，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哎呀，姐，你说在乡下住有什么好的呀？而且子涵上补习班花费也挺高的，你也不想我们的孩子比不过别人的孩子吧？这亲爸亲妈都不管，我这个当姑姑的凭什么要管啊？有哪条法律规定姑姑有赡养侄女的义务？又有哪条法律规定姐姐有赡养弟弟的义务？姐，你说这话就没意思。我们好心好意接你回城里享清福，你反倒埋怨起我们来了。进城享清福，李薇薇，你说这句话亏不亏心呢？我在你们家里连个保姆都不如，保姆还有工资呢，而我却要倒贴钱，最后捞不到一个好字。之前我为了救子涵出了车祸，在医院待了1个月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来看我。还有你，秦城，你5岁时我又当爹又当妈把你拉扯大，你有把我这个姐姐放在心上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那么斤斤计较啊？不就是做做饭、洗洗衣服吗？我们不也让你在家里住了那么久吗？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不想再看见你们！滚！滚！滚出去！都滚！怎么，你心虚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么硬气，将来不还是要靠我和秦城给你养老？我用不着，我就算是死在大街上，也用不着你们2个给我养老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死活不肯卖这个房子，还不肯跟我们回去，就是想留在这儿，跟刚刚那个野男人鬼混是吧？哼！我说你怎么因为20块钱就跟我们翻脸了呢？这么多年，你自己一个人寂寞难耐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姘头了是吧？你居然敢打我！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秦月梅，我的大姑姐，快40岁了还单身，现在为了一个老男人，竟然打自己的弟媳妇儿，还要把自己的房子和钱都给那个老男人，为了个男人，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要了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啊！我看月梅平时挺老实的，没想到私底下这么奔放呀！为了别的男人打自己弟媳，这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姐，你怎么能打菲菲啊？你太过分了！秦城，你够了！我为什么40岁还没有结婚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月梅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弟弟马上要上大学了，
我要努力工作，给他攒学费。为了他，我可以终身不归，但是我不能耽误你。对不起。月梅，月梅！为了让你上学，我初中就辍学；为了给你攒大学的学费，我和男朋友也分手了。秦城，李薇薇，我对你们夫妻俩已经仁至义尽。我知道月梅为了这个弟弟付出了很多，没想到连自己的婚姻都搭进去了。就是啊，月梅也太不容易了。你别说这些没用的，这房子是爸妈留给秦城的，至少也应该分他一半。你想分这个房子，就把那套房子首付的30万还给我。我们再说这个房子的事情，你别转移话题。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就算你去告，我也占理。秦月梅，你耍赖是吧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等你被男人骗光了钱，将来没有人给你养老的时候，你就算跪下来，我也不会再管你。哼！他竟然敢打我，亏他还是你姐，天天嘴上说着对你有多好，结果呢，却连你爸妈留下来的房子都要独吞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秦子涵，你到底是我生的还是他生的？居然胳膊肘往外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哎，你打孩子干嘛？秦城，你姐打我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来一下，我这个打白挨了吗？我当时没想着他会打你，而且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啊。我看他现在就是仗着自己拿捏我们了，以为他坚持住，我们就能服软。我们越是哄着他，他越拿架子。这回我偏不顺他的意。大家给我做个证啊！秦月梅天天嘴上说着对他弟弟有多好，结果却为了一个野男人，把亲弟弟一家赶出家门，还要私吞秦城爸妈留下来的房子。大家给我做个见证，从今往后，秦城和秦月梅断绝姐弟关系，以后秦月梅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。对，我秦城今天就是要和秦月梅断绝关系。你看着吧，你一说要跟他断绝关系，他肯定就慌了，马上就得回来找我们了。月梅啊，这我得说你2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虽说你一个人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想找个伴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能因为外人伤了自己亲弟弟的心呐！啊！对啊，月梅，再说那房子是你爸妈留下，你怎么能一个人独吞呢？这你做的太不地道了。当初我一个人带着秦城的时候，这些所谓的亲戚都避之不及，生怕我去他们家多吃一口饭。现在我把秦城拉扯大，给他买房娶媳妇儿，让他去大公司上班。哼，这些人要来装好人，这样的亲戚不认也罢。以前我是不好意思和他们撕破脸皮，现在借着秦城的事，也看清他们的嘴脸，远离这些垃圾的人，我心情还好了呢。喂，月梅。喂，尹正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想找个律师咨询一下我们家的房产情况，我要跟我弟弟分家。秦女士，根据你所说的情况，你弟弟秦城从小到大上学生活的费用都是你出的，并且买房子的首付也是你出的，而且每个月的贷款
也都是绑定在你的银行卡上，这些可都是有记录的。而且你父母给你留的房子，只写了你的名字。你从小到大给你弟弟出了这么多钱，这个房子，不管是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上来说，你都不应该再给他分1分钱。既然没有强制性要求一定要给他分钱，那就看你自己的意愿了。本来我想着，这房子要是拆迁了，分他一半，但现在看来，他没有资格。以后这房子，不管是拆迁还是卖掉，我都不会再给他1分钱。律师，我想再麻烦你一下，我想把给我弟弟买房的钱要回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材料。好。这些年你为了弟弟，也真是辛苦了。我不后悔为他付出的一切，幸好现在看清了他的为人，以后我也不用再受苦了。这么坚韧又善良的人，真是很难得呀。这秦城不仅不配做他的弟弟，也不配再待在我的公司了。云溪，最近注意一下那个叫秦城的，找个错处给他开了。怎么了，薇薇？秦城，你看看，催贷款的短信都发到我这儿来了。你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还贷款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说只要一说断绝关系，我姐肯定就怕了？怎么到现在都没信儿啊？哼，她现在啊，估计快忍不住了，指不定在家里后悔呢。我们再晾她几天，她肯定乖乖回来求我们。你想想啊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管她？难不成真有男人要她这种老女人？哼！这么晚了，谁呀？哎，该不会是你姐回来了吧？我就说她沉不住气吧。你好，这是您的文件。你看看，我就说这是你姐寄来的快递，肯定啊是她跟我们求和，没准儿这里头放着的就是房产证呢。断绝亲子关系通知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姐真要跟我断绝关系了。这个老女人还真敢跟你断绝关系啊！真是给她脸了。我不管，就算断绝关系，也得把你爸妈的房子拿回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守正律师事务所。本律所接受秦月梅女士委托，向秦城基李薇薇追讨贷款首付款30万元。秦月梅她疯了吧？你是她亲弟弟，给你付个首付还要找你要钱？秦月梅敢威胁我，你会后悔的！啊，秦城，快醒醒，醒醒啊！子涵吐了，他不舒服，你快起来！什么？起来！子涵，子涵怎么了？你给他吃什么了？我能给他吃什么？天天都是你姐做饭，我又不会做饭，当然是给他点外卖啊。外卖那么脏，他这么小，你怎么能忍心给他吃这个东西啊？要不然你做呀！我不会做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怪我，你不会做饭还不会学吗？你天天在家啥事儿也不干，你就不能学做饭吗？好啊，以前你姐在的时候，你把她当保姆，现在她走了，又想让我当保姆，你做梦！别说了，先去医院。去哪个医院啊？以前都是你姐带着去的，我连儿科在哪都不知道啊。问你妈呀，她肯定知道。哎呀，这什么时候了，孩子病要紧。哎，妈，子涵生病了。哎呀，这屋里边怎么这么
脏啊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。对啊，你问问他，天天在家啥事儿不干，我天天工作哪有时间收拾东西啊？你凭什么怪我们家微微啊？我们家微微从小到大娇生惯养，又没干过活受过累。当初啊，我就不同意她嫁给你这个乡下人。要不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说能照顾好我们家微微，不会让她干活受累，就凭你也配娶我女儿？哼，就是。去。我说秦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些文件放在这儿多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处理完？你到底能不能干？不能干滚蛋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家里事儿有点多，家里的事儿在家里处理，不要来公司影响工作。这个项目组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我们公司可是很注重员工形象的啊！你能不能也注意点形象？好，主管你慢走。工作还在上升期，不能因为家里的事影响了事业。原来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了，能分300万，难怪我姐迫不及待要跟我断绝关系。她肯定是知道了这件事。不过这房子没写我的名字，我能分到钱吗？反正这钱必须得有我一份。喂，是启约梅女士吗？我是拆迁办的，通知你一下，下周1来签拆迁协议。啊，这么快？这次拆迁呢是陆氏集团的重点项目，推进速度很快。初步评估，您的房子能补偿300万左右。多少？300万？老房子能拆300万？300万，咱们至少能分一半。150万，房贷还算个屁呀！咱们还能换辆好车。可是我姐能同意吗？她那个态度。哼，我有办法让她同意。秦子涵，过来。子涵，帮妈妈做一件事，这次你如果再敢胳膊肘往外拐，我就把你扔出去，再也别回家了，听见没有？又吓唬孩子。听见没有？房子能分这么多钱，这是好事啊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钱。有了这笔钱之后啊，我想将来自己也开服装店。好，我支持你。喂，姐，是我。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哎，别，姐，别挂，我有急事儿。姐，子涵呢？在里边呢。医生怎么说？得赶紧做手术，越拖越危险。手术费加上后期治疗，怎么也得30多万。怎么会这么多？哎呀，这是最好的医院，医生说成功率高。姐，子涵也是你一手带大的。钱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姐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孩子。姑姑，姐，不管咱们大人怎么闹，孩
孩子是无辜的呀，子涵也是你亲手带大的，你可不能不管他呀。子涵不怕，姑姑在这呢。姑姑，我好想你。怎么样了？子涵真的病了，云峥，我得帮他。月梅，你确定孩子真病了，不是他们为了要钱演戏？怎么可能呢？子涵是他的亲生女儿。为了300万，有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这样吧，我认识省医院的专家，我请他过来看看。那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月梅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这么做不是冷漠，而是不想你被骗。这个是假的。这报告是假的？是的，这一看就是伪造的报告。这孩子记录我看了，就是个肠胃炎。我真没想到，他们为了钱，竟然敢撒这种谎。我绝对不会再相信他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他会心软。可是，你只要了30万，不是说好150万吗？急什么？只要开了口子，那钱就不是问题。150万我还嫌少呢，我要让他把300万都给我。姐，钱凑的怎么样了？子涵还等着钱做手术呢。李薇薇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伪造的。子涵只是肠胃炎，你为了骗我的钱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拿来演戏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利用你姐姐的善良谋利，不觉得羞耻吗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肯定是你挑拨离间的。秦晨，你够了！从今往后，你我断绝姐弟关系，你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。姑姑，我怕，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。是，我们是骗了你，那又怎么了？秦城是你亲弟弟，你帮帮他怎么了？你终于说实话了。你们早就知道拆迁的事情了。我不说，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们呀？老房子是秦城爸妈留下的，就该有他的一半，必须答应给我们150万，否则怎么样？这是我们家的事，关你个外人什么事？月梅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哟，姘头还挺护着呢。姐，你行啊，一把年纪了还能勾搭男人啊？哦，是不是早就跟他有一腿了，所以才急着摆脱？你，秦城，你是陆氏集团南城拆迁项目组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走。什么意思啊？秦城，哎，这是你最近的考勤记录，经常无故旷工，迟到早退。经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之前家里有点事，确实走不开嘛。这样啊，那就把家里的事情解决完再上班吧。你被开除了。不是，我就是旷工，为什么开除我？陆总亲自下令，你被开除了，去财务部结工资吧。陆总？哪个陆总？陆云熙，陆总，我们集团的董事长。你放屁！陆总当时把我调进去的，凭什么说开除我？我看就是你嫉妒我吧？你脑子有病吧？啊！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！这回他完了。放开我！走！你凭什么赶我走？你放开我！凭什么开除我？我那么努力。你发什么疯？现在工作没了，房贷怎么办？保姆也辞退了。当初说的好听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还不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公司开除？你怪我？秦城，你这个废物！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。爸爸妈妈，别吵了，我怕。都是秦月梅，都怪她，我不好过，
他现在只会过得比我更惨。月梅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？我之前偷偷把你的作品拿到集团参加比赛，你的作品入围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没经过你的允许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参赛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让人喜欢。月梅，你是有才华的，不该被埋没。林峥，谢谢你。秦女士，我们集团这次的奖励是邀请前3名加入总部的设计部。我知道，不过你学历……我只有初中学历。学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才华。现在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总部的设计部，职位是初级设计师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之前在南城的分部工作，现在你还可以继续在分公司工作，不过职位是总部的设计师。谢谢你，谢谢陆总。不过我还想确认一件事，你跟我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哥？哥，你看谁来了？是你？你不是司机，你是陆总的哥哥。月梅姐，他不仅是我哥，也是集团的创始人。月梅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为什么骗我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被你的才华和善良深深吸引了。后来瞒着你，我是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施舍。所以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工作，拆迁。不，拆迁是真的，工作也是真的。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。月梅，你所有的才华都是真实的，我只是把那扇门打开了而已。你生气了？我不知道该不该生气。你帮了我那么多，只是……月梅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正式的追求你，以真实的身份。有件事情，我要提前告诉你。你说。等拆迁款到了，我准备收养子涵。那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跟亲生的一样。他那么懂事听话，却摊上那样的父母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好，你的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今天你不会怪我吧？要不进屋喝杯咖啡再走吧？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别动。有片树叶。好啊，我老公现在工作没了，你反而跟别的男人走在一起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给我对着镜头哭，不然我跟你离婚。大家好，我叫秦城，今天我要揭露我姐姐秦月梅，她为了一个男人不管亲侄子的死活，私吞拆迁款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想着上网举报她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狠了吧！真的假的？不会是炒作吧？哼，秦月梅，你不让我好过，那我们就一起死！大家看看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姐姐这个人吧，
快40岁还没结婚，我看他可怜才让他住我们家里的，偶尔帮我们干干家务，我给他不少钱呢。最近被这个男人忽悠了，不管我们一家子，还把爸妈的房子卖掉，看来是被杀猪盘了。拆迁款1分都不给我们，我可是他亲弟弟。私吞拆迁款也太不要脸了吧！秦月梅，这么多舆论压力，我看你怎么办？陆总，秦城在网上直播诋毁秦小姐，已经上同城热搜了。赶紧把直播给我录下来，留作证据，然后联系平台封他直播间。是。喂，月梅啊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啊？什么新闻啊？你先别看手机，我马上过来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别看了。可这些评论，他们骂的好难听。月梅，听我说，清者自清，我已经让人处理了，直播封了，热搜也会撤掉的。可有好多人都看见了。我一定会让秦城公开道歉，还你清白。没用的，他是不会道歉的。由不得他。凭什么封我直播间？你说的都是事实啊！秦城先生吗？有人告你诽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？秦城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，秦女士依法可以追究你的责任。姐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姐。姐，我不能坐牢，都是薇薇逼我这么干的。秦女士，你的意思是？让他公开道歉，澄清事实，我就不追究了。好，我现在就道歉。我是秦城，之前我说的话都是添油加醋的，我的学费、我的彩礼和买房钱都是我姐出的。原来是假的呀！这弟弟才是真的吸血鬼。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他还说他姐姐不好，真是不要脸。是啊。姐，秦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原谅你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不再是姐弟。姐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我没办法呀。拆迁的钱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，给你买房子付的首付，就当是买断我们姐弟情分。你房子值300万，你1分都不给我吗？或者你可以选择我们法庭见。你。别难受了。不难过，是解脱。你喊什么？子涵饭做了吗？二宝奶喂了吗？你什么态度呀？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给我做饭，现在嫁给你，我还要自己做饭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！不做了。你不做，那谁去做？我得去找工作，我不工作你连饭都吃不了。那你怪我吗？还不是你自己废物。还有，之前还说公司器重你，吹什么呀？转头就被公司给开了。还有，你答应我爸妈给我找个保姆，刚来没几天就走人了。现在什么东西都要我来做，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？还保姆？我不挣钱哪来的保姆？我差点都被你送进监狱去了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跟我姐断绝关系啊？断绝关系怎么了？没了她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？行，你带孩子，我走。你不管，我也不管了。你帅什么帅？你好，这个是我的简历，只要能录用我，工资低点也是可以的，我都能干。你是那个在网上骂自己姐姐的人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录用你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录用你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有问我问题啊！你姐姐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反而为了钱，在网上抹黑她。我们公司不招你这种品行不端、不懂感恩的人，请你出去。我也是姐姐，如果我弟弟这样，我看过你的，我早就跟他断绝关系。我觉得你的人品有问题。你去别的地方看看吧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回来了。喂喂，子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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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我好冷。你妈呢？喂喂，你人呢？我出去吃饭了，不然我饿死啊！你怎么能把子涵一个人放在家里啊？二宝奶喂了吗？家里不有饼干吗？他饿了自己吃，二宝饿了哭累了他就会睡觉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喂，哎，好，我肯定会还的，我马上啊，哎，工作找不到，房贷也逾期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喂，妈。我能给您商量个事儿吗？我房贷要逾期了，我能向你借点钱吗？我正在找工作，马上就找到了。借钱我可没有啊，这之前的钱呀，哎呀，你还没还给我呢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哎呀！爸爸妈妈，我们要搬新房子了吗？姑姑知道我们要去新家了吗？她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就知道你姑姑，你就给你姑姑当女儿呗。你找的新地方怎么样呀？能住吗？照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，只能先租房子住。不过没事，等我挣了钱啊，再搬回来。之前那点工资就只够自己花，房贷都是靠你姐还。下一份工作还不一定有现在的工资呢，搬回来，猴年马月能搬回来。够了，快走吧。没了你姐，什么都不是。找的什么破地方呀？能住人吗？有地儿住就不错了，挑什么挑啊？妈妈有虫子，我怕。喊什么？再喊滚出去！你冲孩子发什么火啊？你让我们娘俩住这种地方，还好意思怪我发火？我说你发火怎么了？当初要不是你妈不借钱，你妈要是把钱借了，咱们还能住这儿？这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？好啊，现在可不是当初你为了娶我求我妈的时候了，还找我妈借钱，我妈凭什么借你钱？你咋不找你姐要去啊？她现在拆迁了，以后可有300万呢。爸爸。看你忙几天了，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是不是云溪让你加班了？没有，我刚进设计部，没什么要紧的事儿。那这是在做什么？哎呀，你先去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好。
好，好，一会儿过来把牛奶喝了。好了。坐好了啊。你站起来一下。怎么了？让你起来你就起来嘛。好。这是给我的。我记得你生日快到了，就想着亲自做件衣服送给你。可能没有以前你买的衣服名贵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不，这是我收到最珍贵的礼物。谢谢你，月梅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帮了我很多很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从弟弟家刚出来的时候，一度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也没有自信，是你陪在我的身边鼓励我，我才有勇气重新生活。云峥，谢谢你。不，月梅，是我应该谢谢你。遇到你之后，我就好像获得了新生一样。感谢老天能让我遇到你。云峥，这些年我为了我的弟弟放弃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有一天还能遇见爱情。是你的出现又给了我勇气，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现在只想相信自己的选择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月梅，我不想骗你，我之前也有过几段感情，但都是无疾而终。只有遇到你之后，才让我无比的确定，我一定可以和你走到最后。月梅，谢谢你愿意和我在一起。云峥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放心吧，就是家常便饭。云溪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可能是我不太习惯吧，我连谈恋爱都不习惯，更何况是去见你的家人。放心吧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放这儿就行。哥，月梅姐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还有2道菜没做好。陆总，月梅姐，你怎么这么见外？叫我云溪就好了。云溪，这就对了嘛。我哥说你今天要来，我可高兴了，一定得尝尝我的手艺。对了，这是我儿子小满，小满，快叫阿姨。阿姨好。小满你好。小满，你陪阿姨聊会儿天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过来，随便坐。哎呀，你别看我这个妹妹啊，平时在公司里面雷厉风行、不苟言笑的，其实啊，烧了一手好菜。我平时让她下厨房，她都不愿意，今天还是特意为你下的厨房。真是有心了。阿姨，你真好看。谢谢小满，你也很可爱。阿姨，我妈妈偷偷跟我说，不要叫你阿姨。那叫什么？我管你叫舅妈。你个小机灵鬼！反正迟早都要改的，不如现在就改了吧。哎呀，我说什么？
小满，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。那我叫你漂亮姐姐。你能不能干点活啊？我早上不是送子涵去上学了吗？你现在又没上班，干点活怎么了？有机会了！你找到工作了？不是，刚到消息，这次陆氏集团赞助的设计师比赛在后天公开，到时候陆总也会来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陆总特别器重我。哎，我之前就是怀疑这个，上次他开除了我，我得想个办法这次混进去，好好说一说，让他再把我招进去。陆总还记得你吗？当然，他怎么可能不记得我？他可是把我亲自叫到办公室啊！太好了，老公，等你回了陆氏，咱们家就再也不用住这破房子了。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哎，我还有一个小道消息。这个新设计师新月，好像是陆总的嫂子。到时候我讨好他，让他好好说我两句，肯定就好了。太好了，老公，等咱们家东山再起了，让你姐后悔去吧。能进前3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就算最后得不到冠军，我好歹我还是个第3呢。你啊，可真容易知足。哎，你可不要偷偷做什么手脚，比赛要公正。怎么会呢？我对你有信心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暗箱操作。再说，你不是用了新月这个名字参加比赛吗？是啊，我就怕你们有黑幕，特意改了名字。新月，这个名字不错。这个名字就代表我的心声。见到陆总，我就能翻身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叫新月的设计师，我可以巴结他一下。哟，陆总真在啊！您这个作品真棒。我姐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做保洁啊？也对，她除了打扫卫生还能干什么？看来我姐离开我也就这个样子，还能以为和那个老男人享福？切！秦老师，您的作品在第3展区，我带您过去。好的，谢谢。哟，这不我姐吗？秦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扫卫生啊？也是，你挺适合干这个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这儿有正事儿。不像你，这样到这儿不太合适吧？这可是陆氏集团举办的设计大赛，要说别在这儿丢人了。我做什么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是，咱们是断绝关系了，咱们还有血缘关系呢。你丢人我也没面子。哎，等等，与我无关。是，咱们是断绝关系了，咱们还有血缘关系吗？你丢人我也没面子。我说你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这位先生，秦老师是我们本次大赛的入围设计师，他是来参加活动的。他设计师啊？是，他连初中都没毕业，就是个裁缝。设计师。小李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你到底用什么手段混下来的？又是那个老男人啊？不是，姐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虚伪！让开！你生气什么？等一会儿陆总来了，看我怎么揭发你！哎，走了，瞧
逃跑。是啊，是啊，之前那部电影。哎，李总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是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你这边有需要，我下了很大功夫的。对对对，合同啊，真不错，资金啊，流程希望我这次能获奖。咱们可以商量。那边也来了几个朋友，我就打个招呼。云溪来了，下回聊。月梅姐，果真是那个老男人带她进来的。比赛快开始了，咱们赶紧入座吧。好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陆氏集团首届新生设计大赛颁奖典礼。经过激烈的角逐和专业评审，今天我们即将揭晓比赛获奖的前3名。首先揭晓的是第3名。第2名获奖者是《岁月回声》设计者陈默。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本届大赛的冠军获得者。这位设计师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、精湛的工艺和深刻的人文关怀，征服了所有的评委，他就是新月。作品破茧。新月，秦月梅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新月老师，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吗？好的，谢谢。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新月这个名字代表了我的心声。曾经，我为了家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我以为那就是我全部的人生。但后来我明白，爱别人之前，要先学会爱自己。这个奖是给我的鼓励，也是给所有曾经迷失自我、勇敢重生的女性一份礼物。他真的是设计师，他得了冠军，陆总给他颁奖。不对，不是说新月是陆总的嫂子吗？难道那个老男人？现在我们有请陆氏集团的创始人陆云峥先生为新月老师颁奖。那个老男人竟然就是陆总的哥哥，是陆氏集团的创始人。月梅，恭喜你！谢谢你，云峥。那个被我嘲讽没人要的老女人，竟然成了陆董事长的夫人。姐，我真为你高兴啊，姐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姐，我是来道歉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后悔没有早点知道我和陆家的关系，后悔没有借我攀上高枝。不是的，姐，我是真心的知道错了。刚刚进场前，你可不是这副态度。陆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之前在南城项目组，您是知道我实力的。我当然记得。如果不是月梅姐，我压根儿不会认识你。调你去南城的项目组，也是因为月梅姐。是我哥想看看你知道拆迁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，没想到你果然是个贪财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竟然这么对从小把你养到大的姐姐。你不珍惜月梅姐，自然会有人珍惜。我们陆氏也不会要你这种品德败坏的人。不是的，陆总，您听我说嘛。对了，我找律师咨询过了，我要收养子涵。你和李薇薇现在根本没能力养子涵，
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子涵我都会带走。月梅，我们走吧。姐，姐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见到陆总了吗？我问你话呢，哑巴了。我见到我姐了。秦月梅，她在哪儿？你跟她要钱了吗？要钱？我哪有脸跟她要钱啊？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赶紧说正事，陆总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姐，她得了设计大赛的冠军。什么？那个设计师新月，就是我姐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姐冠军，就他那点裁缝手艺？还有那个老男人，是陆氏集团的老板。秦城，你个废物！你姐攀上这种高枝，你居然还跟她断绝关系，你是猪脑子吗？那当初不是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的吗？我300万拆迁款，陆氏集团，本来这些钱、这些人脉都是我们的，现在全没了，全没了！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去道歉，现在就去给你姐道歉，求她原谅你。你姐心软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没用了，她不会原谅我了。那你就想办法让她原谅你啊！你是她亲弟弟，她养你那么大，能说断就断吗？秦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能挽回你姐，我就跟你离婚！哭什么哭啊？烦死了！他还要带走子涵，带走就带走，一个赔钱的丫头，我还不想养呢！哼！来，为我们家的大设计师干杯！恭喜姑姑！九马好厉害！来，干杯！月梅姐，你今天在台上真是太美了，我哥在台下眼睛都看直了。别胡说。月梅啊，从今以后，听从你自己的内心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姑姑，我也支持你。哎，有了老婆就不要妹妹了。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。什么？因为新月这个作品，法国一家学校联系了我，所以我想去那里学习一段时间，要1年时间。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是……月梅，你去吧，我支持你。前半生你为了家人牺牲了自己的梦想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怎么能不支持你呢？不就是1年的时间吗？你放心去吧。姑姑你去，我也支持你。东西都带齐了吗？护照、机票，还有银行卡。都带齐了，你都检查3遍了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月梅姐，到了之后记得报平安，子涵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姑姑记得给我带礼物哦。乖，姑姑一定记得。那我走了。啊，等一下。林正，你这是……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什么时候决定的？你决定的时候，我就做好准备了。要跟你分开1年，我实在是无法忍受，所以我决定跟你一起去。是啊，月梅姐，我哥连公司都不管了，要和你一起去法国。林正，谢谢你。这下我们就不用分开了，
一起走吧。嗯。哎，给我吧。薇薇，你在干什么？收了东西，回娘家。回娘家？那我呢？二宝呢？秦城，我受够了！你看看这房子，这生活是我应该过的吗？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？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我？秦城，从你姐离开到现在多久了？你找到工作了吗？你解决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。你除了跟我发誓保证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我妈说的对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门当户对有多重要。李薇薇，当初是你死活要嫁给我的，是你说的不在乎我是乡下人。那是因为你当初对我好，你说你会一辈子疼我，不会让我受苦。可现在呢？你看看我过的什么日子，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了。你看我落魄了就要离开我。子涵跟你姐走了，二宝我也不要了，带着孩子不好改嫁，你自教自为之吧。薇薇，我求你别走，我们肯定会好起来的。这话你留着跟别人说吧，我可不信。薇薇，欠我3个月房租，当我这是收容所呢？赶紧给我滚！陆氏集团的新服装品牌由设计师秦月梅担任负责人。姐，我好后悔啊！云溪说今年年夜饭他主厨，让我们只管买，他负责做。云溪真是全能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我们再去商场逛逛，我想给小满和子涵再买个新年礼物。你不是已经准备大红包了吗？只有红包没有礼物，太不用心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毕竟今年啊，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一起过年，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原来真正的家人，不仅仅是血缘关系的维系，也要用真心去对待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家这个词，曾经对我来说是负担，现在是温暖，是归属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走吧。